你想象中的撒哈拉沙漠是什么样子？可能是满眼的沙丘，大太阳，连一口水都没有，什么活物都待不住。如果我说，就在它最荒凉的中心地带，有人挖出了数不清的鱼骨和贝类化石呢？这些亿万年前的海洋生物骨头就这样散在世界最大的荒漠里，一个大家以为从以前到现在都长不出东西的地方，地底下怎么会藏着海的痕迹？这不只是一个地理的谜团，它彻底颠覆了我们对这片土地甚至对地球历史的认知。今天我们要追溯的正是撒哈拉的一年巨变，它从史前巨洋变身今日荒漠。欢迎回到暗史档案，我们专门探索那些被课本跳过、被时间遗忘的故事。今天要说的叫撒哈拉巨型鱼骨坟场。这片被称为撒哈拉的地方，光是面积就超过了940万平方公里，这差不多等于把整个美国连同阿拉斯加一起都放进去那么大。它不只有我们在明信片上看到的连绵沙丘，还有巨大的岩沫、砾沫，甚至泥沫。而就在这些看似没有生命迹象的地方，地质学家们却不断地有惊人的发现。探险队员和地质学家们就是在这种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一寸寸地搜索出证据。他们在坚硬的岩石层中敲开一块块看似普通的石头，里面却露出了鱼脊骨、鲨鱼牙齿，甚至是完整的菊石化石。这些发现数量庞大，分布极广，遍布撒哈拉的各个角落。它不仅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这片土地曾经是海洋的铁证。他们挖出的不只是1、2根鱼骨，而是成千上万的鱼骨，还有完整的贝类、海胆的化石。这些化石有些甚至保存得非常完好，清晰可见它们在海中生活的痕迹。它们的存在就像是时间胶囊，把亿万年前的海洋直接送到了我们眼前。这些化石不只是浅海生物的遗骸，有些甚至是深海鱼类的骨骼，这点值得探究。这意味着曾经覆盖撒哈拉的不只是一片边缘海，而是一片广袤且深邃的海洋。这彻底推翻了我们对撒哈拉的固有印象，你以为它自古便是荒芜之地。但这些冰冷的石头和骨骸却在低声告诉我们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他们说，这里曾经是地球上最热闹的海域之一，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古气候学家们就是靠着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线索，一步步重建了地球的气候历史。他们的研究不只让我们看见了撒哈拉的过去，也让我们看见了地球自身的巨大变迁。他们要回答的就是这片土地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史诗级变迁，才能有如此天壤之别的面貌。要理解撒哈拉为何会深埋这些海洋的印记，我们必须把时间拨回到人类历史完全无法想象的尺度。那是大约2亿5千万年前的瓦尔迭纪，地球上还只有一块超级大陆，叫做盘古大陆。它就像一个巨大的拼图，把所有的陆地都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但在它的南部边缘，一条巨大的裂缝开始出现，这就是板块运动的序曲。新梅利亚大陆从盘古大陆的北缘开始分裂，就是从这条裂缝开始的。想象一下，一整块大陆缓慢地从母体上剥离，它像巨型冰山一样。随着新梅利亚大陆往北方移动，它像一个巨大的推土机，在它前方是古老的古特提斯洋。古特提斯洋被不断挤压，开始缓缓地缩小，就像一道正在关闭的门。但当地壳的门关上时，另一扇门却正在开启，就在古特提斯洋的南边。一个全新的海洋开始诞生，这就是新特提斯洋。它将在漫长的地质时期里逐渐扩张，吞噬更多陆地，成为未来撒哈拉地区的前身。这个宏大的地质概念最早是由奥地利地质学家梅尔西奥·诺伊迈尔在1885年提出来的。诺伊迈尔没有现代的卫星地图，也没有高科技的探测仪器，他靠的是对欧洲、
非洲和亚洲各地中生代海洋沉积物的细致观察和比较。他从不同地区看似无关的岩石层中拼凑出了这片消失海洋的图像，这需要敏锐的洞察力，才能在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地层中看见一条共同的线索。他将其命名为中央地中海，这名字本身就暗示了它与今日地中海的某种连结。过了几年，1893年，另一位奥地利地质学家爱德华·休斯往前推了一步，他提出了特提斯海的假说。他以希腊神话中的海神特提斯为名，正是为这片史前巨洋命名。虽然板块构造论后来修正了休斯的一些假设，将特提斯海改称为特提斯洋，以更精确地描述其规模，这两位学者依然被公认为是特提斯洋的发现者。他们从地球深处读出了这段被时间深埋的历史。在接下来的6000万年间，新梅利亚板块持续北移，古特提斯洋几乎完全消失，而新特提斯洋则不断扩张，它的水域最终会覆盖到我们今天所说的撒哈拉地区。到了侏罗纪和白垩纪期间，也就是大约1亿5千万年前，地球进入了中生代的黄金时代。此时的新特提斯洋已经成为地球上最广阔、生命最繁盛的海洋之一。它的水域延伸到今天的欧洲西部，连接了古老的大陆板块。那是一个水下世界，它充满了史前巨鱼、巨型爬行动物以及无数的浮游生物。那时的海水中有巨大的苍龙、鲨鱼以及各种我们今天已不复见的海洋生物。它们在这个巨大的海洋生态系统中共同繁衍、共同进化。它们的生命周期从出生到死亡都在特提斯洋的怀抱中完成。当它们死去，遗骸就缓缓沉降到海底，一层层地堆积起来，形成了厚厚的海洋沉积物。这些沉积物就是今天我们在撒哈拉发现的鱼骨和贝类化石的直接来源。这片看似永恒的海洋，它的命运从此刻开始就已被地球深处的力量所决定。新梅利亚大陆在漫长的旅程后，最终与北方的劳亚大陆发生了剧烈的碰撞。这次碰撞不只改变了陆地的形状，它也在特提斯洋的边缘形成了一条巨大的海沟，就像一块巨大的布料被两股力量从两边挤压，中间的部分就会隆起或下陷。这个地质事件也导致了全球海平面的上升，让特提斯洋的水域进一步扩张。与此同时，南方的冈瓦纳大陆也开始分裂，非洲与印度板块都开始缓慢而坚定地往北方移动。这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数千万年的缓慢挤压。整个非洲大陆一年只走几公分，慢慢跨过整片海，一路往遥远的北方飘。它们像两艘巨轮，在地球的深海中航行，每一步都带着巨大的能量。非洲大陆的北移意味着它正在不断地挤压特提斯洋的空间。这片曾经广阔的海洋开始像一个正在被缓缓抽气的气球，体积慢慢缩小。它的轮廓不再是开放的海洋，而是逐渐变成一个狭长的海盆，预示着它的终结。非洲大陆的北移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漂移，而是一场亿万年的巨大碰撞。当非洲板块和印度板块持续向北推进，特提斯洋的命运就已经注定要走向终点。大约在1亿年前的侏罗纪与白垩纪期间，冈瓦纳大陆开始分裂，非洲与印度板块带着他们身上的所有生灵，缓缓地离开了南方大陆，朝北方移动。这个过程不仅开启了印度洋的诞生，也让特提斯洋的面积持续缩小。两块巨大的地壳板块像两辆巨型列车，它们在地球深处的轨道上缓慢而不可逆地相撞。约5000万年前的始新世时期，新特提斯洋的范围已经大大缩减，它的水域变得越来越浅。到了中新世晚期，大约1500万年前，曾经浩瀚的特提斯洋已被挤压成一条狭窄海道。这条海道被地质学家称为特提斯海道，它勉强连接了大西洋和残余的东特提斯洋。这时候，
非洲大陆已经紧紧地抵住了欧亚大陆的南部边缘，巨大的压力开始累积。这次巨大的挤压导致了地壳的隆起，形成了一系列世界级的山脉，其中最为人所知的当然就是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现在这座高耸入云的山脉在亿万年前却是深邃的特提斯洋海底。在喜马拉雅山的岩层中，考古学家和地质学家们发现了大量的海洋生物化石，从贝壳、海螺到鱼骨和微小的浮游生物化石，种类繁多。这些化石被压在数千米厚的岩层深处，证明它们曾经是海洋生物。它们是地球上最直观的证明，告诉我们大陆板块的力量是多么的不可思议。这些化石就是特提斯洋存在过的证据，地壳硬是把它们从海底一路顶上了万米高空。印度大陆与新梅利亚大陆的碰撞就像一场慢动作的车祸，最终让海底变成了雪山飓风。随着非洲大陆进一步北移，特提斯洋最终被完全封闭，只剩下一些残余的部分，像破碎的镜子。这些残余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地中海、黑海、里海，甚至更东边的咸海。它们都是这片古老海洋的后裔，是地球板块运动留下的最后遗迹。这些内陆海是特提斯洋留给我们的最后遗迹，它们提醒着这片古老海洋曾经的广阔。特提斯洋虽然消失了，但撒哈拉的故事依然充满了意想不到的转折。在它变成我们今天看到的荒漠之前，还经历了一段截然不同的历史篇章。我们以为的荒漠，其实在数万年前曾是生机勃勃的绿洲，它甚至是一片广阔的草原。在上一个冰河时期，地球的气候模式与现在大不相同，撒哈拉沙漠比今日湿润得多。那里有数不清的河流流淌，有巨大的湖泊点缀其间，甚至有鳄鱼在水里悠游捕食。这些不是我们凭空想象的，而是有实实在在的证据被埋藏在岩石和泥土之中。在撒哈拉沙漠的岩壁上，人们发现了超过3万幅的岩刻画，每一幅都是古代生命的见证。这些岩刻不只描绘了动物，也描绘了当时人类的日常生活，包括狩猎、放牧，甚至是庆典。它们是古代人类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视觉记录，证明了这里曾经的人口稠密。这些岩刻生动地描绘了当时河流中的动物，例如鳄鱼、河马以及各种大型野生动物。它们就像是古人用刻刀为我们留下的一张张关于绿色撒哈拉的旧照片。这些壁画让冰冷的气候数据变得鲜活，它们让我们能够想象那片曾经的绿洲。这些岩刻清楚地证明了当时撒哈拉并非荒芜，它是一片充满生命的草原和湿地，养育出丰富的生态系统。大约在5000到9000年前，地球进入了一个特别的时期，称为全新世气候最适宜期。这个时期，撒哈拉的降雨量非常充足，整个地区都绿意盎然，处处生机勃勃。当时的人们可以在这里放牧牛羊，建立村落，他们过住相对富足和定居的生活。他们可能从未想过，自己脚下的这片沃土有一天会变成寸草不生的沙海。这段绿色撒哈拉的日子和我们现在看到的满地黄沙完全是两回事。它告诉我们，地球的气候从来不是静止不变的，它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系统。但好景不长，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之后，地球的轴心发生了缓慢而持续的转移。这个被称为岁差的现象，导致了地球接收太阳辐射的方式发生了细微但关键的变化。这些变化进而影响了全球的季风模式和降雨分布，彻底改写了撒哈拉的命运。撒哈拉地区的气温开始缓慢上升，降雨量也随之急剧减少，就像水龙头被慢慢关闭。曾经的河流干涸了，巨大的湖泊也蒸发殆尽，绿意渐渐褪去，黄沙开始不受控制地蔓延开来。这不是一个晚上发生的，而是一个漫长而无情的过程，持续了数千年。每一年降雨量都比前一年更少，
气温都比前一年更高。直到今天，它仍然在缓慢地扩张，吞噬着周围的土地。经过几千年的演变，撒哈拉最终发展成了我们今天所知的世界最大的荒漠。那些零星分布在沙漠中的绿洲，就像是这片古老绿地的最后一点记忆和证明。它们是地下水泉涌出的生命之源，也是撒哈拉曾经湿润过的最后的物理证据。它们提醒我们，这片看似死寂的土地其实有着丰富且曲折的过去。从2亿5千万年前的史前深海，到数万年前的绿意盎然，再到今日的极致荒漠，撒哈拉的变迁就是地球亲手写下的故事。它彻底颠覆了我们对沙漠的刻板印象，也让我们看见了地球自身那股不断塑造万物的力量。这片看似死寂的土地，它的每一寸都记录着亿万年的沧桑巨变。它提醒我们，地球的历史远比人类的记忆漫长，它也远比我们能想象的更为复杂。那么，你认为这片沙漠在未来的几万年还会再次变回绿洲吗？这个问题大概只能留给时间，让地球自己给答案了。如果你也对这些被时间遗忘的故事感兴趣，请订阅我们的频道，让更多人看到这些被深埋的秘密。有你的支持，我们才能继续去挖那些课本上没写的事。